老板，麻烦您帮我把这些都包起来。这些都是你一个小姑娘用。是，麻烦快点打包。好，好了，谢谢老板。现在的年轻人真会玩。我叫阮优，今年大4，是华京大学的一名学生。现在这份跑腿工作是我的兼职，送完这单就能攒够3000块，给我长跑了4年的男友买礼物了。应该是这里吧。先生您好，您叫的跑腿到了。之遥，怎么了？之遥，怎么是你？门娘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阮优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之遥，你为什么跟我妹妹在一起？对，我就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但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好吧？没有下次，分手。悠悠，你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？我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退一万步来讲，难道你觉得你自己就没错？去你的！4年，我等了你4年，4年你都没让我痛一下。要不是你这么糊弄我至于出轨吗？姐姐啊，我看你啊，就在这水里好好冷静冷静吧。之遥，我们走。走。喂，爸，我中了药，马上联系林俊，让他送解药来我房间。好。死渣男，出轨就出轨，还找什么借口？我辛辛苦苦兼职，为了给他准备礼物，可他就和妹妹一起背叛我。不行，我得找个房间换衣服。解药到了吗？怎么是个女人？什么解药？大叔，你中药了？你干什么？放手！贺总，查到昨晚给你下药的人是谁了？是董事会的那帮老头。这是成了，贺总，恭喜你！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贺家做梦都盼着这个女主人呢。不用了，我连她的脸都没有看清，现在去找她，不是遂了董事会那帮人的意了吗？董事会这帮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居然想着给贺总找女人。哼！太好了，我考上研究生了。等毕业了，我找到好的工作，就可以给宝宝更好的生活了。阮优。
这不是那晚的女人吗？她怀孕了，还是双胞胎。哎呀，贺总有后了呀！我得赶紧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志瑶，我第一次见你爸爸，他会不会不喜欢我？毕竟他是华京大学的理事，应该喜欢像阮优那样拿奖学金的好学生吧？放心好了，阮优啊，她就会死读书，不像你，长得又漂亮，嘴巴又甜。等我成为贺家的女主人，阮优那个穷酸货就只配给我提鞋。之遥，这是你爸吗？怎么这么年轻啊？其实吧，我是我爸请来的弃婴，按照年纪来讲，我应该喊我爸叫做哥，但是爷爷奶奶觉得我爸一直膝下无儿无女的，为了充血，硬是把我收做了养子。况且我爸一直都不结婚，除了我这个养子以外，膝下无儿无女的，所以他见了你，一定会非常喜欢你，把你当做亲女儿一样对待的。嗨，我正好迎接，贺总回来了。贺总好。爸，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女朋友，阮白薇，快叫爸。爸，我是之遥的女朋友，您叫我微微就好了。贺芷瑶竟然找这种女人当女朋友，轻浮妖艳。快给爸敬杯茶啊！爸，婷正，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还得看你个人状态，让人放心。终身大事定了，抓紧点儿，也是为集团着想。爸，是不是爷爷奶奶又催您结婚了？哎，其实爸，我觉得您这个年纪啊，确实也该结婚了。这毕竟已婚的形象更容易打理公司嘛。你不知道我对女人过敏吗？原来爸是对女人过敏，才不接我的杯子。贺总，你有儿子了，那位的女人怀孕了。说什么？阮优，真的是他？林助理，你刚说什么？我爸有儿子了，我有后妈了。小贺少爷，千真万确，就是3个月前跟贺总睡了一晚上那个女孩。我今天去医院体检，正好看到她在复产和缴费，看她肚子已经显怀了。只要你有办法让你爸爸结婚，我和你奶奶立刻给你20%的股份。这么多年，我还以为我这20%的股份拿不到了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太好了，你赶紧去准备彩礼、钻戒、豪车，一定要用最好的，风风光光的把她娶进门，让她做我们贺家的女主人。慢着，谁说我要娶她了？爸，人家都怀孕了，你这不是睡了人家又不负责，耍流氓吗？这个女人不是做什么正当职业的，你确定你能接受这样的女人当你的后妈？哎呀，爸，您这个年纪，其实也该结婚了。再说这爷爷奶奶啊，都盼着您娶妻生子呢。只要您结了婚，那我们贺家上下都能松一口气。这件事情不许再提了。不是，爸，爸，哎呀！
之阳，你怎么还给你爸找女人啊？等他进了门，这贺家还有我的位置呢。哎呀，你懂什么啊？这个女人怀了孕，爷爷奶奶早晚能逼着我爸娶她回家。奶奶说过，只要我爸结了婚，他就能给我贺氏集团20%的股份。这我的钱，不都是你的钱吗？之阳，你说的对，我们现在要赶紧找到那个女人，哦不，是婆婆，然后狠狠地讨好她。早上上课你帮我占个位置。贺教授您好，希望我可以成为您门下的研究生，加入你的课题组。贺教授可是华清最好的导师，不知道我能不能通过他的申请，成为他的学生。快看快看，贺教授正在全程搜寻女主人，快来看呀！这儿啊！我看那，我看那。哇，这么大排场！哇，好大的排场啊！寻找少夫人，不知道是哪个女人这么好命？是谁啊？母凭子贵。哎呀，这到底谁这么好命啊？我的宝宝遇到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。怎么是你？我还想问你呢，阮优，这里可是育婴课教室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阮优，果然是真的！你竟然未婚先孕，你也不怕丢爸妈的脸？从小到大，爸妈眼里只有你这个养女，什么时候在乎过我？再说，你抢姐姐的男朋友都不觉得丢人，我为什么觉得丢人？哼，亏我还觉得你保守，没想到你就是个又当又立的荡妇。你说我荡妇，你呢？来上育婴课，我应该恭喜你，终于和你的姐夫有了这个野种。你现在也只会耍嘴皮子功夫。我今天来呀，那可是为了我婆婆来。看见了没？只要贺廷铮能找到我婆婆，之遥就能继承贺家的股份，到时候我就是整个北城最尊贵的女人，而你就是地上的一滩烂泥。他怎么这么说？方白薇是真的吧？你有病吗？闹这么大，不怕被退学吗？我谢谢你提醒我，你身为华京大学的学生，你竟然敢未婚先孕，你配来这里上课？放手！还说不在乎夫人，还不是偷偷来上育婴课了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微微来上育婴课，婆婆不是怀孕了吗？我也想着说，学点育婴的知识，以后好伺候婆婆嘛。少夫人对婆婆可真好啊，以后一定能好好相处。可不是嘛，微微对婆婆的孝心那是天地可见呀。哎爸，你怎么在看她呀？这女孩你认识啊？可不是嘛，在我们学校就没有人不认识她。她这个在我们学校可出名了。出名啊？出了名的不检点，那私生活混乱，简直不得了。为了钱什么都干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要不先进去上课呗？不用了，我要开研讨会，我先走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刚刚还好好的，一看到他的照片就这个态度。你就在这走廊里，给我好好的反省一下。
阮白薇，我也是华京大学的学生，凭什么不让我上课？就凭你未婚先孕，丢了我们华京大学的脸。是他，大叔，帮帮我！我知道了，我会参加。马上准备去外国的私人飞机，我们出发去研讨会。是。你瞎喊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他可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人。吵吵闹闹干什么呢？把学校当成什么地方？再吵，全都扣学分。起来吧，都进去上课。我跟你说，特别好笑。今年的第1名又是阮优，看来今年奖学金啊，非他莫属了。阮优，哎，贺理事，你也知道阮优这学生？我知道，他品行不端，私生活混乱。哎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阮优可是我们系里出了名的乖乖女，成绩好还懂事儿。她平时可都是靠奖学金上学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在说阮优啊，这孩子啊实在是太优秀了。你看，他今年的考研笔试啊可是第1名，还申请了你做他的导师呢。面试成绩第1，怎么可能？阮优不是做内行的吗？贺总，我们搞错了，董事会来电话说，他们那天晚上安排的女人根本没来。暂停起飞，我要回学校找他问清楚。你通知学校，把阮优择优录取到我的课题组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是我的学生。是。贺总，查到了，阮小姐现在正在食堂用餐，只不过什么？看呐，华京大学最不知廉耻的学生，未婚先孕，被狠狠教训。阮小姐怀孕的事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，现在同学都在欺负她。等我到了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录取通知书还我！干什么？阮优，你敢推我？阮白薇，从小到大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让给你，爸妈疼爱你，我也从来没有跟你争抢过宠爱。但是今天，我必须要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。你要是把它撕了，我就读不了书了。看来他还是不死心，还想着高攀贺总。薇薇，要真让他勾搭上贺总，那你可怎么办啊？阮白薇，你干什么？像你这种未婚先孕的贱人，也配出现在我公公身边？你就在这儿，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你不能把我关在这儿。你公公是理事，他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。哼，到现在了，还想着我公公呢？我告诉你，只有像我婆婆那样的名门闺秀，才配得上我公公。你连我婆婆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。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哼，想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爸结了婚，到时候我就能继承贺氏集团的股份，整个学校都得听我的。至于你，就给我好好待在这反省吧。走。你瞅瞅他那样儿，放我出去！好冷，放我出去！雪白薇，我做到的，我求求你，快放我出去！
不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大叔，好疼，快救救我们的宝宝！阮幽，阮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叔，阮幽，阮幽，爸，滚！你坚持住，阮幽，阮幽，快！病人家属请止步。眼前一片黑，能感知你在周围。贺总，这是你交代下去要调查的跟阮幽小姐相关的资料，都在这里。我已经跟阮幽小姐平时的任课教授核实过，阮小姐在家里不受重视，平时除了上学，还得兼职赚学费。还有那次一夜情，也是一场误会。根据调查，阮小姐当时是因为考研，才会出现在停车场附近。原来真的是我误会她了。还好您回来的及时，不然任由少爷和阮白薇小姐继续欺凌下去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哎呀，爸，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在外面参加研讨会吗？怎么突然之间回学校了呢？对啊，爸，吓了我跟之遥一大跳呢。爸，您认识阮幽？今天在食堂，是你们在欺负阮幽的吧？爸，不是我们要欺负她，是她这个女的品行不端啊！她在外面怀了野男人的种，这不是丢学校的脸，丢您的脸吗？我们就是小小的教训她一下。野男人？可不是吗？爸，您千万别被她那楚楚可怜的样子给骗了呀，她都是装的。对呀，爸，您不知道，贺家专门给婆婆设置的打饭餐口，只有阮幽那个恬不知耻的去打饭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我婆婆呢。对啊，爸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放心好了，我已经狠狠教训过她了。狠狠教训？对呀，爸，阮幽身为华静大学的学生，未婚先孕，怀着孩子，她也配申请您的研究生。不过放心吧，我把她的录取通知书给撕了，肚子里的2个孩子肯定也保不住了。知不知道，我就是那个野……贺总，手术结束了。哎，抱歉，贺总接下来有私事要处理，不方便外人在场。放心，手术进行得很顺利。之遥，我怎么感觉爸对阮幽那个女人态度不一般啊？他会不会生气了？再不一般，能有我这个儿子不一般吗？我看呐，多半是因为阮幽报了他的研究生，怕阮幽出了事之后影响他的名誉，作为教授，这才过来救他的。你说的对，不过现在必须得让我爸和我姑妈赶紧结，这样才能拿到属于我的20%的股份。对，当务之急啊，我们还是得赶紧去讨好婆婆。走走走走。这是哪儿？我的孩子，你的孩子没事，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你是那天晚上的大叔？什么大叔？你眼前的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6号贺总。床患者，该换药了。护士，我的孩子还好吧？2个孩子都没事，幸亏送来的及时，不然就1尸3命了。
大叔，谢谢你送我来医院。都说了，现在告诉阮佑我的身份，一定会吓到他。等他出院之后，我再慢慢跟他说。不用谢。不过，你是怎么惹上阮白薇，还有贺芷瑶的？你怀孕了，是我的吗？不是大叔的。这颗红痣，那天晚上我见过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这个孩子，你留下还是不留下？我想留还是不想留，可以自己决定吗？可以。如果你留下，那我们就结婚。结婚？结婚？大叔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抚养2个孩子的，不用麻烦你了。我只是在问你，留下或是不留下。如果留下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。大叔，真的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你负责的。我不是在让你做选择，我只是通知你，如果你留下这个孩子，那我就一定会成为你的丈夫，成为这个孩子的父亲。这年头，怎么还有人上赶着做爹呢？你也不用紧张，我说的结婚，只是协议结婚。协议结婚？婚后我们不同房，不同床，在没有你允许的情况下，我甚至可以不公开我们的关系。那你为什么想结婚啊？阮优，你还是个学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未婚先孕，等你回去上学了，身边的人会怎么看你？你肚子里那个种，果然是不配享受好东西。像你这种未婚先孕的贱人，才应该被赶出学校。已婚的身份，能够帮你避免这些麻烦。1年之后，等你生下孩子，我们就和平离婚。真没想到你考虑这么多，我当时就是脑门一热，一拍脑门就决定留下来了。其实，你这样也很好啊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没想到这个大叔看起来古板严肃，还挺会撩。完了，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。你慢一些，这段时间你要好好休息，没有什么事情比你的身体更加重要了。大叔，我的录取通知书被人抢走了，我现在必须重新申请一份。这张录取通知书有那么重要？当然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考上的，而且读完研以后，我就能找到高薪的工作，才能给宝宝更好的生活。可是你现在有我了，你不用考虑这么多的。还是不行，那个录取通知书对我特别重要，那可是贺教授的项目组。贺教授？你不知道贺教授？贺教授在我们华京大学可出名了，听说人长得又帅又有气质，而且低调神秘，从来都不露面。我们所有学校的人都特别想让他当我们的导师呢。这个人真有你说的这么好？那当然，我好不容易才能成为他的学生，我可崇拜他了。一张通知书嘛，补办1张就好了。大叔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有钱的样子。你好好休息，其他事情交给我。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有事随时打给我，随叫随到。好好休息。没想到这个大叔这么体贴。贺总，
在阮由面前，以后叫我贺先生就行。我现在不想在他面前暴露身份。是。你去准备一张结婚协议，3天之后送到阮由房间。您打算跟阮小姐结婚？这会不会太突然了？贺总，结婚协议书有什么要求吗？结婚之后，我名下的庄园、珠宝、游艇，还有私人飞机，以及所有的财产，都跟阮由共享。贺总，这就按这样写。他年纪还小，现在因为我的过世，未婚先孕，这些补偿对于他来说算不得什么。是。喂，妈。儿子呀，小林刚才跟我说你要结婚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是。什么？臭小子啊！结婚这么大事，你现在才通知我们？不行，我得马上回国去见见我这个儿媳妇儿。对，把我的香奈儿、爱马仕还买的高定礼服和瑞士珠宝全都给我儿媳妇带上。妈，阮由现在还小，还是学生，你们这样会吓到她的。见可以，但是得低调一点。臭小子，这还没结婚呢，就开始护犊子了。这点算我啊，疼老婆。不聊了，我得去给我儿媳妇儿买见面礼去。阮小姐，这是您跟贺先生的结婚证，请您收好。没想到我居然真的跟这个陌生的大叔结婚了，虽然只是协议结婚1年。你还是学生，身份敏感，对外我会公布你已婚的身份，但我绝不会说你丈夫是谁，也不会公布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这样应该就能替你彻底挡掉舆论那些麻烦了。大叔，你人真好，每次都能帮我做这么多事情。我家先生的好多了去了，太太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太太，林助理，您不用这么客气，以后叫我阮优就行。你要习惯这个称呼，婚后会有很多人叫你太太的。走吧，太太，我带你去办出院手续。这结婚证我来保管吧。大叔，你放心，协议结婚这1年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结婚这件事情低调一些，你的学业还有生活才能清静，对养胎也是一件好事。恭迎少夫人出院。宝贝儿媳妇儿，爸妈，宝贝儿媳妇儿。哎呀，你就是阮优吧？我的好儿媳妇儿，瞧这脸蛋多漂亮，瞧瞧这气质，儿媳妇随婆婆。爸妈，你们太热情，吓到他了。这就是大叔的父母吗？哎，怪我，我看到我儿媳妇儿，我那个心里太激动了。哎呀，对，哎呀，好孩子呀，你刚出院就别站着了，走，妈带你回家，给你准备了礼物。
走吧。来，儿媳妇儿。游艇10辆，别墅10栋，庄园2座，珠宝若干。叔叔阿姨，不用，这太多了。你跟阿征都已经结婚了，怎么还叫叔叔阿姨啊？是不是得改口了？爸妈，哎，我的好儿媳妇儿！听阿征说，你吃了不少苦呀，这些礼物都不算什么。你现在怀着孩子辛苦了，我们要把这欠你的20多年的礼物都给补上。保安大哥，我是过来给我婆婆送礼物的。哎，保安大哥，我听说前段时间我婆婆生病住院了，这刚出院，所以特地买了点礼物过来孝敬她。你看，贺总吩咐过，今天家里有重要的事情，谁都不能进。那个，我马上就要进贺家的门了，想着先过来孝敬婆婆。那这样吧，大哥，如果你要实在不让我进呢，那能不能麻烦您帮忙把这些礼物转交给我婆婆，就说这是她儿媳孝敬她的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赶紧走吧。呸！臭保安，还敢拦我！等我成了贺家的少夫人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。啊，那看来贺廷铮的好事将近啊！不行，我得赶紧跟智瑶结婚，要不然智瑶继承的20%的股份就没我的份了。喂，智瑶，我们的婚事安排在什么时候啦？什么？你说在下周？好的好的。等我嫁到豪门，就可以飞黄腾达，彻底把阮优踩在脚下。爸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家休息了。你跟阿征都结婚了，就在别墅里住一晚得了。去，你懂什么呀？结婚呀是大事儿，悠悠肯定要回家跟家人商量的，对吧？好孩子呀，你家在哪儿？我让阿征这小子亲自去你家下聘礼去。不用了，妈。这是应该的，妈说的对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礼数。就当演戏，哄哄我爸妈。爸妈，这事交给我，我一会儿就去阮家提亲。好好好。你说真的？你跟贺志尧的婚事定下来了？贺志尧现在对我死心塌地的，今天啊，他就要过来提亲了。不仅如此，等贺廷铮结婚了，贺家就会给贺志尧20%的股份，到时候这些股份就都是我的了。哎呦，微微呀，你可真是能干呐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那咱们是不是要准备一下礼物，好好的讨好你的婆婆？妈，要不是说咱们是亲母女呢，这点我早就想到了，所以我一大早呢就去给她送礼了。不过我去的时候，贺廷铮正在跟我婆婆说话，我把礼物放下就走，也没看到他人。傻丫头，早晚都要见面的，你急什么？这贺总和你婆婆的感情越好，这贺之遥的股份就越稳。这才是我的亲女儿。一想到阮优那个赔钱货呀，我就来气。这都消失好几天了，都没往家里打1分钱。赔钱货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这几天都死到哪儿去了？我这几天去哪儿了？
你为什么不问问你另一个女儿？阮优，你还真是福大命大，都那样弄你了。你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阮白薇，你居然还敢提这件事儿！要不是大叔及时赶到，你就是杀人犯！哼，一口一个大叔，叫得可真亲啊！你该不会以为你俩见一面就能攀龙附凤，嫁给贺廷铮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那么着急走干什么？难道被我说中了？你今天回来，该不会还对贺之遥余情未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今天马上就要来给我提亲了，你少给我作妖！你放心，我对你的贺之遥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因为我已经结婚了。死丫头，你说什么？你结婚了？是啊，所以呢，我对贺之遥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们放心，这下你们满意了？你说你结婚，你骗鬼呢？连个结婚戒指都没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嫁给了一个没车没房的穷屌丝吧？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这才刚结婚就互上了，看来你跟你这个穷屌丝的老公感情真不错呀。不过也是，像你这种二手赔钱货，跟你那个穷屌丝老公啊，天生一对，活该当一辈子的下等人。阮白薇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是你先抢我男朋友的。妈，你看他，是你自己没本事看住男人，还有什么脸来怪你妹妹？我告诉你，一会儿贺家的人来上门提亲，你给我老实的待在楼上，别给我下来丢人现眼，听见没？喂喂，快跟我到门口迎接，贺家家主贺廷铮亲自来上门提亲了。哎呦，贺廷铮亲自上门来提亲呢，这一定是代表着贺之遥来向我们家微微提亲了。是啊，眼下只有微微跟贺家有婚约，看来贺家果然是看中这段婚事啊。微微，你真给爸妈争气呀！既然是贺廷铮亲自来，看来是我给婆婆准备的礼物奏效了。哎，快跟我到门口迎接去！走。是他，大叔，是他，大叔。大小姐，你没听夫人说吗？贺家来提亲的时候，让你躲在房间里，别出来丢人现眼。我认识外面提亲的人，这话说的，江城的首富，贺家的掌权者贺廷铮，谁不认识啊？大小姐，我劝你死了攀龙附凤的心。贺总不是你这种不受宠的女儿高攀得起的。你是那天晚上的大叔？什么大叔？你眼前的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贺总。一口一个大叔，你该不会以为你俩见一面就能攀龙附凤，嫁给贺廷铮了吧？贺廷铮，原来大叔就是贺廷铮，贺之遥的父亲，阮白薇的公公。那阮白薇口中的婆婆，岂不就是我？贺总，里面请。哎呀，你说你来就来，还带来这么多的聘礼。是啊，您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呀。微微，以后交到贺家要好好孝敬公婆。爸会。贺总，您尝尝，这是今年新出的大红袍。阮优呢？
阮优这个贱人，一定是他在暗中勾搭贺总，否则贺总平白无故提他干什么？贺总，大喜的日子，您找阮优干什么？就是啊，阮优这个死丫头，这会儿啊，又不知道死到哪儿鬼混去了。哎呀，您是不知道，这个死丫头啊，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，年纪轻轻啊，就被野男人搞大了。我听说的阮优，怎么跟你嘴里不一样？贺总，您不知道，阮优这个人啊，虚荣又拜金，这一心想嫁豪门，你可千万不能被他给骗了。是吗？可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跟……哼！喂，妈。阿正，见到我儿媳妇没？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啊、你看这个，这么多反碗，真好看。妈，今天阮优不在，但是我已经把聘礼放到他家了。那就好，记得别忘记跟我儿媳妇一起回来。要是她不在，你也不用回家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的个亲娘！聘礼一下就是3座庄园，看来贺家是非常满意薇薇这个儿媳啊。那当然了，还好我聪明，知道讨好我婆婆。这看来贺总跟我婆婆的关系啊，好得不得了。只要我继续讨好我婆婆，那我在贺家的地位不就手拿把掐？哇，好好看哦！阮优，这是我的戒指，还给我。你的？这里所有的聘礼明明应该是我的。阮优，你想嫁豪门想疯了？这些聘礼明明都是我公公给我的。阮优，薇薇马上就要嫁给贺之遥，这还是贺家家主贺廷铮亲自提亲，识相的就赶紧给你妹妹道歉。就是，薇薇嫁到贺家，那就是贺少夫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说这些聘礼是你的？哼，阮优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滚出我家吧，免得我公公回来看到你这张脸觉得晦气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他看到我不会觉得晦气，反而会很高兴呢？哼，你个贱货，你还敢说对我公公没有那种心思？你现在的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！你个死丫头，那是你妹妹的公公，也是你能消想得起的？快滚！看着你就晦气。这就是我的父母，一个偏心养女，不顾亲女儿死活的人渣。不用你们说，我自己会走。我的东西已经整理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这个家再没有任何关系。慢着，阮优，你这20多年吃阮家的，喝阮家的，现在1分钱不给，就想走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微微说的对，你要想离开阮家，就得把这些年的抚养费都还给我。对，吃喝住行，一共就算80万好了。80万？这些年我穿的都是阮白薇穿剩下的，吃的都是你们吃剩下的，住的是别墅的杂物间。你们没给过我1分钱，凭什么还你们80万？我没钱。没钱？你这身衣服啊，也是我们阮家的，要走就把这身衣服给我扒下来。阮白薇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样做，以后你结婚的时候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马上就要跟贺之遥结婚了，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？
给我脱！快把手机还给我！大叔，叫的可真亲啊！既然你没钱的话，就让你那个穷屌丝老公来替你还，怎么样啊？阮白薇，你要是给他打电话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倒要看看一个穷屌丝到底要让我怎么后悔。喂，贺教授，上次您缺席了国外的教研学习，下周国内重新举办，您千万要来呀！我知道，我会到的。贺总，聘礼已经送到，夫人不在，我们还回阮家吗？您是不知道，这个死丫头一点羞耻心都没有。不必了。贺总，刚才贺家对少夫人不敬，要不要给他们点教训？不用，他们毕竟是阮由的父母，尽快把少夫人接回家，以后少跟阮家见面就是。是。嘴上说的协议结婚，连之后住一起都规划好了，我怎么觉得贺总这次是真的动了凡心了？这也没人接呀！啊，你那个穷屌丝老公，该不会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吧？还给我！好疼！哎呦，他怎么了？好疼！该不会是流产了吧？真晦气！要流产出去外边流，别脏了我家的地。今天是微微大喜的日子，要是见血了多晦气！还是赶紧让他快点走，别让他滚！微微啊，这贺家的聘礼都已经下了，你和之遥的婚宴也该安排上日程了吧？是啊，微微，早点订婚早安心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外面不知道多少女人想嫁进贺家呢。是啊，爸妈，你们说的对，我现在就给之遥打电话。喂，什么事儿？说。之遥，公公代表你来下聘礼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爸代表我去给你家下聘礼啊？肯定是我给婆婆送礼奏效了。这婆婆高兴，不就是咱爸高兴吗？要不然咱爸怎么能亲自过来下聘？喂，你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！现在我就给我爸打电话，把我们结婚的日子给定下来。嘿嘿，爸跟后妈的感情这么好，哎，那这么看来，我贺家的股份马上就要到手了呀！哈哈哈。阮由，大叔，我已经站稳了。抱歉啊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大叔，这怎么弄的？大叔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了，我不能再让大叔担心了。我不小心撞在行李箱上了。大叔，你去哪儿？你受伤了，我去拿药。你相信我说的话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谎，但是
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还是希望，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会愿意把真相告诉我。嗯。等我，我去拿药。大叔，要不我还是自己涂吧。我来吧。怎么了？痒。你知道痒，你还不照顾好自己，让自己受伤。大叔，谢谢你。好了。贺之遥打电话来说，他和阮白薇的婚礼定在下周了。你愿意出席吗？阮白薇毕竟是你的妹妹，你要是不方便，大叔，我去。阮白薇，如果你知道我就是你拼命想要讨好的婆婆，我真期待看到你是什么表情。哎呀，手到达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谢谢，恭喜啊！好好好，哎呀，真是郎才女貌恭喜啊，小贺少爷，郎才女貌啊！来干杯，干杯！之遥，之前不说好是西式婚礼吗？怎么突然改中式了？这多土啊！热闹。薇薇，你是不知道，这是婆婆让改的。漂亮啊！她说中式婚礼正式，而且在古代只有嫡媳妇儿才穿大红色。之遥，那是不是说明婆婆她现在非常重视我啊？那可不是，你可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儿媳妇儿。阮小姐，我是江城日报的记者，听说今天的婚礼全都是您婆婆一手操办的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！我婆婆人高贵，对我又好，此次我和之遥的婚礼全都是她亲力亲为。这么说，你跟你婆婆关系真好？当然了，我就是听说中式婚礼上啊，儿媳进门要给婆婆磕头，我才答应婆婆改成中式婚礼的。我婆婆对我这么好，待会儿她来了，我可要好好的给她磕几个响头，以后好好孝敬她。没错，好好的磕死她。不对，是好好的孝敬她。这贺家儿媳妇跟她婆婆的关系真好呀。是啊，这么好的儿媳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你们看，是贺夫人来了。贺夫人，我婆婆来了。阮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会在我的婚礼上？我记得我没有给你发请柬啊。阮幽，你不会是对我还有感情，想过来大闹婚礼吧？你放心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虽然没有请柬，但我老公有，还是你亲手给的，你忘了吗？是，你那个穷鬼老公，我认都不认识，怎么给他邀请函啊？今天我的婚礼上来的可都是江城的达官显贵，你和你的穷鬼老公有什么资格来啊？哦，穷亲戚来打秋风，没吃过好的是吧？你跟你老公来打包剩菜剩饭，我没意见啊。但是现在你来的会不会有点太早了？好了好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咱妈妈一会儿就要来了。保安，来，把这个捣乱的女人给赶出去。你确定？如果我今天要是出去了，你们这个婚礼可就办不了了。这是我给我婆婆买的礼服，怎么会在你的身上？
这是我儿媳妇孝敬我的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小英，你疯了吧？你这个年纪哪来的儿媳妇？可千万别弄坏了，要是弄坏了的话，岂不是辜负我儿媳妇的一片心意啊？阮英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那天在店里没买到正版的，自己偷摸买了盗版去穿是吧？不过我告诉你啊，就算穿上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你也不可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婆婆可是天上飞的金凤凰，而你就是那下贱的野鸡。就算穿的一模一样，也只是东施效颦。赶紧给我滚！我看谁敢动！我说了，今天要是没有我和我老公，这场婚礼就办不了。还没有你老公办不了？怎么，你老公是司仪啊？啊哈！司仪，听到了吗？快给你老婆带走！老周，贺总到。贺总来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贺总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爸，这个是我家的穷亲戚，是个疯女人来打秋风的，待会把她赶走就行了。疯女？谁跟你说我的妻子是个疯女人？你说这个疯女人是你的妻子？阮小姐，打人啊！对自己未来的婆婆不敬，这是一点小小教训。贺家可没有敢以下犯上的儿媳妇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她怎么会是我婆婆？我婆婆明明是……闭嘴！你还想不想结婚了？婆婆还在这呢。记者朋友们，大家都散一散。这什么事儿？走，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冲撞我的妻子，再闹下去，这婚就不用结了。说话呀！今天是微微跟之遥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堪。再说了，微微是我的妹妹，现在又是我的儿媳妇儿，关系更是亲上加亲。一家人婆媳之间哪有不拌两句嘴的？以前是以前，你现在是他的长辈，他应该要尊重你。那这样吧，微微给我道句歉，这事就算了，怎么样？沈英，你快点道歉！对不起。对不起谁？对不起，婆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杯清茶表心意，感恩接纳，成家人。现在，请礼仪小姐呈上清茶，新郎新娘将手中的清茶敬给父母。好，请新娘先向婆婆敬茶，甜甜的说一声“婆婆，请喝茶”。我叫她婆婆。喂，这么多人呢，别发号。现在，请新娘向婆婆敬茶。喂，快去！婆婆，请喝茶。新娘，这敬茶得跪着向婆婆敬茶，才足以表达孝心啊。喂，你就跪吧。你也可以不跪了，只要你不嫁进我们家，
可以不用跪。喂，婆婆，请喝茶。哎，廷正，昨天你送我的那副耳环，你记得放哪儿了不？也许掉在化妆间了，回去陪你找。哎呀，那对耳环那么贵，可千万不能丢了。丢了也没关系，我再送你一副新的。我们贺家都是你的。瞧我跟你公公聊的，我都忘了你还跪在这儿了。起来吧。阮英，你竟然敢故意整我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哎呀，喂喂，喂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太不小心了。没事的，前2天膝盖受伤，刚刚又跪了这么久，有点伤到了，没关系的。原来新娘膝盖有伤，竟然还让她跪这么久。就是啊，这有婆婆伤就别为太难人家刻薄了。阮英，我看你怎么跟我斗。我想大家不知道，贺家有这么个规矩，新进门的儿媳妇儿必须要跪10分钟。我也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，没办法。你胡说！贺家什么时候有这条规矩了？贺家有这个规矩，我定的。你要是吃不了苦，就别嫁进来了。贺之遥，你觉得这规矩有问题吗？当然没有了吧，吃苦耐劳是咱们贺家的传统美德。喂喂，你要是跪不了，这婚礼就别办了。能办的，能办，可以吃苦的。那就好，免得别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我欺负你呢。阮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要毁了我吗？我只是来参加我儿媳妇的婚礼，能毁了谁？你怎么？你不是一直想要孝敬自己的婆婆吗？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么多记者和来宾都看着你。怎么了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从刚才开始，我的肩膀就一直很疼。应该是坐久了，身体不舒服。喂喂，咱妈身体不舒服，给她捏捏肩。我给她捏肩。这么多人呢，她是咱婆婆，给她怎么了？地下这么多记者呢，你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，难道不想维护自己的人设了吗？快！怎么样啊？还酸吗？还行，这小腿也有点酸。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还行吧。儿媳妇儿，你果然和你口中说的一样，很有孝心。阮白薇，觉得痛苦吗？那你可得好好习惯了，因为从今以后，你的人生只会比今天更痛苦。好了，接个电话。
那你先去忙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哎，那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哎，真是不错抓紧吧！站住！这玩意干什么？真想不到他们家能阮优出这样的事。我真是小看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本事呢，矛盾啊！竟然能勾搭到贺廷铮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，我现在是你的婆婆，还是你忘了你刚才吃过的苦头了？啊，我爸都走了，你还在装什么？啊，你接近我爸是不是因为对我余情未了，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啊？啊，贺之遥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厚脸皮啊？阮优，我知道你是想报复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爸的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他再怎么样也不会娶像你这样的女人的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阮优，你能不能别再胡闹了呀？啊，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后悔，我承认你做了，但是现在你必须得跟我爸去说清楚。走，放手！你贺之遥，你要是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去你！爸，说没事吧？爸，你怎么不问我脸疼不疼啊？你脸皮那么厚，有什么疼的？爸，你来的正好啊。刚刚台上人多，我没好意思跟你说，他是为了报复我才接近你的，她是我前女友。爸，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，所以我不怪你。我是真没有想到啊，他跟我分手之后，居然这么处心积虑的为了报复我而接近你。是啊，爸，这阮优明显是被之遥甩了之后，觉得豪门梦破碎了，所以故意来接近你，这是在故意报复之遥啊！我没有。什么没有？阮优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。你跟我爸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吗？啊，还有，你在婚礼的这个时候出现，你还真是居心叵测。是啊，爸，您想想，您是贺家的掌权者，之遥是贺家的继承人，如果在婚礼上闹起来，岂不是要让人白白看咱们贺家的笑话吗？对呀，爸，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，你应该明白他的真面目了吧？是啊，爸，就该把这个贱人给我赶出去。爸，什么前女友？阮优是我的妻子，你该改口，叫阮阿姨。爸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来打我！我可是贺氏的继承人，是您的儿子呀！你搞错了吧？阮优肚子里怀的才是我的亲生孩子，这才是贺家的继承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，对吗？我从来不开玩笑。贺之遥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你是贺家的继承人？不可能啊！爷爷奶奶明明说过，只要你结了婚，那贺氏的股份就由我来继承的呀。我才是贺家的家主，贺家我说了算。贺之遥，你从前怎么样，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这次踩到我的底线了，不该动阮优。1个月前，你把阮优扔在鲍鱼里，而后又伙同阮白薇把他关进密室，差点害他一尸3命，桩桩件件，哪一件拿出来，你都会牢底坐穿。原来这些大叔竟然都记得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个字也听不懂啊？爸，您是要把我送进牢里吗？是啊，爸，这有什么事情，咱们要不回家再说吧。这现在大家都在场呢，这不是让人白白看咱们贺家的笑话吗？这到时候不就毁了之遥吗？对啊，爸，我们现在不是正在举行婚礼吗？婚礼？贺总根本没打算给你们举办婚礼，像你这种人，根本就不会成为贺家的继承人。今天大家都在现场，都能做个见证。贺总，您请。从今天起，你跟贺家再无关系。
再无关系。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让我对付阮佑，我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只有你疯了吗？明明是你自己劈腿甩了阮佑，现在想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。没想到新郎和新娘竟然是这么恶毒的两个人啊！还是贺总有远见，新郎这种品行欠佳的渣男根本就不配成为贺家继承人。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吗？你想怎么处置，都听你的。阮佑，我不，阮阿姨，你看在我们之前的情分上，你帮我向我爸求情，你不要让他赶我出贺家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贺之遥，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真希望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想起之前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居然幻想过跟你这种男人结婚。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，滚！爸，放开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爸！放开！这是我的婚礼。各位来宾，不好意思啊，贺总有些私事要处理，烦请各位先退场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各位请走。大叔，刚才林助理说，你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想要给贺之遥举办婚礼，对吗？是。那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来参加婚礼，就是为了让阮白薇难看？是。那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利用你？那你是在利用我吗？我没有。不用解释，我相信你。其实这也是我的私心。什么？阮白薇在你面前耀武扬威，贺之遥对你视而不见。你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眼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很委屈？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会主动惹事的人，但是这不代表着所有的委屈你都必须要承受。大叔，我不想替你做决定，因为我认为有些气要自己出了才会舒服，有些账要自己清算才会甘心啊。阮佑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被善良对待，也不是所有的委屈都必须默默承受。我希望你能为自己争取，为自己发声。阮佑，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独立、自信、有能力为自己争取的人。哪怕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，你也能独当一面，活出精彩。大叔，你这样好像在养女儿啊。你要是想把这当情趣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要是想把这当情趣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叔。贺总，现场的人都已经清理干净了，只不过现在新郎新娘都已经没有了，那原计划的回门，我们还去阮家吗？气也出了，账呢也慢慢再算。后边想怎么做，你自己决定。大叔，
我想去趟阮家，你给我的聘礼还在那里，我要回去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好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呀！真是太为你们开心了，还是微微争气呀，不声不响的就嫁进了贺家，以后咱们阮家呀就要一飞冲天了。是啊，阮总、阮夫人，以后可不要忘了我们呀！怎么会呢？来啦，贺家送亲的队伍来了，快走！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哎，死丫头，怎么是你这个赔钱货？怎么是你这个赔钱货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阮家是我家，我不能回家吗？呸！晦气的东西，别在微微大喜的日子回来找事儿。穿得这么好，又坐着豪车回来，你该不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？在你们心中，是不是阮白薇穿得好、混得好，就是嫁入豪门？我穿得好，就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对，你凭什么跟我的薇薇比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给我滚，免得一会儿薇薇和他们婆家的人来了，见到你觉得晦气。赶紧滚，别耽误薇薇回门。别等了，阮白薇不会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阮白薇不会回来了，因为婚礼取消了。是，你个死丫头，放什么屁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羡慕嫉妒薇薇？等薇薇和志尧回来，你看贺家的人怎么收拾你！死赔钱货！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恶心我们的吧？少跟他废话，直接将他赶走！你个死丫头，反了天了！我是你妈，你敢打我？你还知道你是我妈呀？你有把我当过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你别以为嫁出去了就可以肆无忌惮！你等薇薇和志尧回来，你看贺家的人怎么收拾你！薇薇和她婆婆的关系好的不得了，等我亲家母来了，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确定你的亲家母会为她撑腰？我的亲家母不为我们阮家撑腰，难道还为你撑腰啊？哎呀，贺总啊，不，亲家，你可算是来了呀！小贱货，就等死吧！哎呀，亲家公，您可算来了！您看看这个死丫头，不知道她在哪里学了一身的野性子，刚一回来就对我动手动脚的，还诅咒薇薇的婚礼给黄了，这不是诚心给您添堵吗？是啊，亲家公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！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刚才把他们都打了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你打了人了还理直气壮的！亲家公，您看看他。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呢？当然是把他赶出江城啊！对，还要让他把身上的衣服全扒了，还有这车，肯定是偷阮家钱买的，也得给我们。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下跪磕头给我道歉，要磕到我满意了才起来，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尊卑。就这些吗？哎，就这些。亲家公，怎么就您一个人来的？没见着亲家母啊？你们不是一直念叨着要见亲家母吗？她就是你们要找的亲家母，我的妻子。不可能啊！她怎么可能会是贺家的夫人？哎呀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亲家公，你一定是被这个死丫头骗了。她从小就心术不正，一定是她使了什么狐媚手段缠上您的吧？啊，对，亲家公啊，不，贺总，这丫头从小就爱撒谎，你可别被她的表象给迷惑了呀。就是啊，贺总，她还在外面勾搭不三不四的男人，您可不能让这种女人毁了贺家的名声啊！够了！我贺廷铮的眼光，不至于差到因为别人几句话就全信。你们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从今天起，阮佑跟你们阮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阮白薇在婚宴上做的一切，圈子里都知道了。
从今以后，没有任何一个家族会接纳他。全完了呀！悠悠啊，妈妈错了，妈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让贺总放过我们吧。妈妈今后一定好好待你，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。不必了，从我被你们一次次抛弃，一次次打骂开始，我们之间的母女情分就已经断了。大叔，我们走吧。把少夫人的聘礼全部都搬上车。这么高兴？从小到大，只有他们欺负我的份儿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他们这么狼狈的样子。我这样说，会不会有点像恶毒女配啊？会吗？那我就是助纣为虐的恶毒男配了。那往后就是你杀人，我放火；你埋人，我来挖坑。大叔，离到家还有1个小时，就这样休息一会儿吧。贺总，是姐，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之前的事情是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抢你的东西，我不应该跟爸妈一起欺负你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，你饶过我这一次？我真的不能不嫁给贺家，只要你松口，让我嫁进贺家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是吗？可是我不愿意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？按照贺家的规矩，你现在应该叫我一句婆婆才是。你送我的这件衣服我很喜欢，你果然和你口中说的一样，是一个孝敬婆婆的好儿媳。走吧。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里是贺家别墅，请您留步。我知道，麻烦你通知贺廷铮，就说我想见他。抱歉，贺总说了，今天要陪夫人，所以不见任何人。夫人，国内的媒体报道说他结婚了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您是？我是你们贺总的初恋。这个人竟然是贺廷铮的初恋。阮幽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的耻辱我一定会还给你。这水果不错，等会儿给悠悠留着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悠悠他们是怎么样了。哎呀，悠悠回来了，悠悠啊，来，当心点儿啊！今天怎么样啊？来，坐，快尝尝这个进口水果，特意给你留的，妈喂你啊！来，尝尝。哦，怎么样？甜不甜？嗯，不着急，慢慢吃。
爸妈，我去厨房帮个忙。哎，你就在沙发上好好坐着，那些活呢，就让佣人来做，你别累坏了身子啊。对，你这臭小子，还坐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去把披肩拿来，小心冻着了我的儿媳妇和宝贝孙子。把故事娓娓道来的说，顾好身体，当心着凉。这样的幸福太不真实了，就像上天赐予我的一场美梦。1年之后，梦醒了，我就要离开这个家。大叔，这些小事我自己做就好。你现在怀孕了，应该好好休息。再说，我是你丈夫，替你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？今天很累了吧？好好休息。好。大叔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晚安。晚安。我刚才在想什么呀？居然想让大叔留下来跟我一起睡觉。贺总，有什么事去书房说，别吵到太太休息。刚才安保说，有个叫蓝月的小姐找您，她说是您的初恋，是否要安排您跟蓝月小姐见一面？以后这种事情就不用再告诉我了。我现在跟她没有任何关系，不要让她出现在我面前，更不要打扰到我太太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你就自己去领离职申请书。是，贺总，我明白了。坐这个位置。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快准备一下，待会儿老师来了。听说这门课的授课教授是贺廷铮啊，就是那个年轻有为、长得超帅的经济学泰斗。我知道，上次在学术论坛上见过一次，真人比照片还近一些，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啊！没想到大叔竟然这么受欢迎。贺教授来了，这就是贺老师啊！快看，好帅，超有型的，长得这么帅，还要帅。好，各位，开始上课。请看大屏幕，我们今天讲第2章，股权和债券之间的差异。首先，我们来分析一下股票和债券分别的意义。股票代表的是公司所有权，持有者为股东。持有者为股东，享有公司利润分配和参与决策的权利。多么奇怪，我的视线总是围绕你兜着圈。能不能再多想你一遍，感受止不住的。能不能再多想你一遍，感受止不住的雀跃，想等晴空来临的初雪。各位同学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那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儿。哎，走，回宿舍了。走。累死我！去吃饭吗？20两走。贺教授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不是。贺教授，贺教授，我也想一个一个来。就是我的问题是，您看这个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能再给我讲讲吗？廷铮，好久不见。我已经回国很久了，一直想见你，但是你没有时间。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不好？
抱歉，我有约了。就一会儿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，说完就走。大叔，我突然有点事情，中午就不去找你了。5分钟，我还有事儿，不能耽误太久。哟，这不是贺夫人吗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让开！哎，看到贺教授和蓝月小姐在一起，这心里不好受吧？蓝月小姐可是国外著名的钢琴家，家世显赫，跟贺教授啊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哦，对了，蓝月小姐可是贺教授的初恋。你一个靠着肚子上位的便宜货，你以为你能在贺夫人的位置上待多久啊？阮幽，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哼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请让开。与其操心我的事儿，不如关心关心自己的学习。我记得这学期你有好几门课程都亮了红灯吧？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，能不能顺利毕业都是问题。你3番2次来找我，到底有什么事？廷铮，我们毕竟这么多年的情分在这儿，现在连跟你说话都不行了吗？蓝月，我觉得我应该把话说清楚。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阮幽是我的妻子，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。我这次答应跟你出来，就是想明确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再来找我，更不要在学校做出亲密行为。我不想我的太太误会。还有，以后不用再接触。不就是一个人吃饭而已，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反正我跟大叔也是协议结婚。大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怎么回来了？难道……因为某人传短信给我说他不来了，那我只能主动一点，来找我的学生一起吃饭。你什么表情啊？这么惊讶？没有，我就是没想到你会来这里找我。为什么不能来？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不想跟我一起吃饭啊？这么凶的啊？这刚进门就立规矩啊？我没有，大叔。我知道，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对了，是今天做产检吗？那你下课之后在这等我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多吃一点。蓝小姐，看来你也很不爽阮幽能得到贺廷铮吧？你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跟我合作就能让阮幽从贺廷铮的身边彻底消失。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跟我合作就能让阮幽从贺廷铮的身边彻底消失。好，我跟你合作。都已经下课这么久了，大叔怎么还不来呢？我们今天先到这儿。我记得我说的很清楚了。贺教授，有道题我还没弄明白。我现在过来。
喂，你是谁？大叔呢？我是蓝月，平真，他现在正在忙，给学生们讲解问题呢，不方便接电话。那他什么时候忙完？这个不好说呢。一会儿他忙完，我们准备一起离开学校。你找他有什么急事吗？要不我帮你转达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医院产检就行。原来他们真的在一起。这是我的手机吧？我正要跟你说呢，刚才是阮小姐打电话过来，说她一会儿自己去产检，让你不用等她。我去趟医院。真倒霉，回来的路上还被车刮了一下，幸好宝宝没事。大叔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啊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还有，不是说好一起去医院检查吗？为什么不等我？你不是跟你的初恋在一起，我怎么敢打扰你们？所以你生气，是因为这个？我都这么难受了，你还笑？我难道说错了吗？你和蓝月笑，是因为我开心。开心？你因为我和蓝月生气，说明你在乎，不是吗？要不是因为在乎，又怎么会吃醋呢？手怎么了？怎么受伤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不小心碰到了。去沙发等我。来，很疼吗？阮优，对不起，没想到因为我的失误，造成这么大的误会，让你这么伤心。大叔，但是我们是夫妻，以后你再有什么事儿，或受什么伤，你可以尝试依赖我的。我们只是协议夫妻，1年之后就会离婚，谈不上什么坦诚不坦诚的。谁说我们是协议夫妻？难道不是吗？我们签订的协议上不就是说1年以后就离婚吗？当初签那份协议是因为你太小了，又怀孕了，我怕你心思重，东想西想，这才签协议让你安抚下来的。而且我也怕给你太大的压力，让你觉得我们的婚姻是一种束缚。那现在为什么说可以不算？因为我发现这份协议让你内耗了，让你开始怀疑我们的感情。那既然这份协议起到了反作用，我觉得应该把话说清楚。阮优，我从来没想过跟你离婚。我跟你结婚，不是因为协议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喜欢你。你别紧张，我不用你现在就回答我，我也不着急让你现在就爱上我。在我们这段感情里面，你可以按自己的节奏，我会等你。大叔，虽然我也没有结过婚，但我一定会努力做一个好妻子的。那贺太太，现在能告诉我手是怎么受伤的吗？今天外面下雨，路滑，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被电动车给刮到了。肯定可疼了吧？疼，超级疼。今天你跟你初恋在一起，我还生气。那现在还生气吗？现在你解释完了以后，就没有那么生气了，但还是有一点点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
那你现在相信我们的婚姻不是协议婚姻，是真的婚姻吗？大叔，我相信了。贺太太，我想为自己争取一些婚内合法的福利。什么福利啊？从今晚开始，可以一起睡吗？你别误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现在怀孕了，一个人睡照顾自己不方便。我要是在你旁边躺着，你要是想喝个水啊，或拿个什么东西，你叫我就能听见，省得自己费劲嘛。而且，医生也说了，3个月内不能脱光。我就算是有什么歪心思，也得忍着，不是吗？大叔，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坏？这就受不了了，以后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他们明明该吵架，贺廷铮怎么会对他这么好？想不想继续合作呀？我的工作被阮优那个贱人给搞丢了，现在住处也快没了。你呢？就这么看着贺廷铮被他抢走了。怎么合作？我打听过了，他今天下午没课，我们可以利用贺廷铮的名义，将他约到废弃图书馆，说是有东西给他，到时候我们去。好，就答应。悠悠，我是贺廷铮，临时有点事走不开。旧图书馆，学校还有这个地方吗？老师您好，请问您知道旧图书馆在哪里吗？旧图书馆啊，你去那儿干嘛呀？那已经废弃很长时间了，现在没人去了都。废弃了。可我收到消息要去那里等个人。具体位置就在学校的那个西南角落那个森林后边。啊，哎，那儿废弃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确定要去吗？谢谢您，我确定要去，因为我约了人，麻烦您了。真是奇怪啊。大叔，你在吗？大叔，贺廷铮，他可没让你来这儿，是我用他的名义约的你。阮优，我们来找你呢，是想找你算笔账。哎，魏教授，你是在找人吗？对，你有见过阮优吗？有，刚才倒是有个怀了孕的小姑娘向做图书补位，说是跟人约好。看到里面她一个人没事。哪个位置？西南角落那个森林后。谢谢。你们冒充贺廷铮来约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离开贺廷铮。我跟廷铮才是天生的。你个不知好歹的野丫头，根本不配站在他身边。还有我，你将我从贺家赶出去，变成人人唾弃的丧家犬。这笔债，你想好怎么算？我要将你好好关在这里几天，饿你几天，看你还怎么想着。关几天，太便宜他。只有他死了，廷铮才会彻底属于我。不是啊，姐，咱不说好了好好教训他一下，怎么还闹出人命了？你懂什么？贺廷铮的手段你见过吗？不出半个小时，他就会找到这儿，到时候我们都得完蛋。
该死，怎么会找我？快救我！闭嘴！都是你在这碍事，要不是你，我早把他给解决了，哪会出这档子事？快救火！冉优，下辈子投胎注意点，可别再跟我抢男人。哼！快醒醒，再不走，我要被烧死了！救命啊！救我吧！我们要死在这儿了！救命啊！别愣着，快跑！我的脚崴了，我走不了了。别放弃，我带你出去。走。疯了吧！我把你骗过去，是想让你死在那儿的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怎么不让我烧死在那？你做错了事儿，但罪不至死。有什么恩怨，你该跟警察去说清楚。阮优，他说。小心！薇薇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今天你救了我，就当我还你了。让一让，快点！来，小心！还好吧，蓝月已经被警方控制了，不要担心。其实小时候我们关系很好，他总是跟在我的身后，叫着我姐姐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人都是会变的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不用自责了。你现在有我了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家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永远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你在看什么呀？这么开心？你看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。那还不是因为我的新娘太漂亮了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他醒了？好的，我们一会儿就过去。怎么了？医院打来电话说薇薇醒了。悠悠，是爸妈不对，以前对你太苛刻了。这一年，幸亏你给白薇垫付医药费，我们以前的事就别说了，只要他能好就行。姐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好多了。之前的事儿，谢谢你。以前是我太糊涂了，知道错了就好，以后好好生活。姐，这是我的2个小侄子吗？大的叫贺念安，小的叫贺念初。
这也太可爱了。啊，对了，姐，那他们2个以后是不是会继承贺家的家产啊？那我是不是就有机会当你的儿媳妇了？